我被同事忽悠着买下一套凶宅，却不挣钱去拆迁，拿到了100万补偿款。同事知道这件事后，张嘴就要分走一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凭什么分你一半？你摸着良心说，要不是当初我让你买这套房，你能有今天这好事儿？你不该谢谢我吗？没错，我的那套房子确实是他硬塞给我的。那会儿他在售楼部干销售，业绩挂零挂的脸都绿了，天天缠着我让我接盘这套房，什么黄金地段稳赚不赔，吹得跟真事儿似的。等我交完钱才知道，那房子是个凶宅，压根没人敢接手。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公司正在让我负责裁员，名单上有他的名字，我都准备把他划了，他却给我整了这么一出。钱是到账了，但我全填车代理了。那钱是我的，你凭什么拿我的钱去补你的窟窿？房子是我名下的，月供是我掏的，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凭什么我出钱买的房，分钱的时候倒要分你一半？没我你能买上这房，没我你能撞上拆迁，这叫前因后果。我费了多少嘴皮子帮你挑房，我出了力就该拿钱。同事史克朗说这话的时候，声音越来越大，周围几个工位的人都已经停下手里的事情，竖起耳朵往这边看。你小声点，这是公司，不是菜市场。我为什么要小声？我做的又不是亏心事，当初要不是我，你能有今天？你摸摸自己的良心，100万，你一个人吞了，晚上睡得着觉吗？他故意加重了语气，像是要让全公司的人都听见。果然，原本还在假装工作的人，现在都光明正大的转过头来了。什么100万？谁中彩票了？嘿嘿，顾墨，拆迁款100万，你们说这么大的好事，他是不是该请客？那必须请啊！100万呢，请顿好的不过分吧？我看着他这副嘴脸，心里一阵恶心。他这是想把事情闹大，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有100万，用舆论压力逼我就范。就是啊，请客请客，咱们部门好久没聚餐了。我提议去哪家新开的日料，人均1000那种。他们嘻嘻哈哈的起哄，有的带着他们，有的带着幸灾乐祸，好像我真的欠了他们什么似的。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不能发火。这钱我有用，不请客。有用？你说填车贷了，现在又说有用，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我说填车贷是告诉你钱没了，别惦记了。我说有用是告诉你，这钱怎么花是我的事，跟你没关系。跟我没关系，你再说一遍。再说10遍也一样，跟你没关系。呵，好你个白眼狼！当初我跑前跑后帮你办手续，大热天的陪你看房，陪你去办贷款，这些你都不记得了。你那会儿在售楼部上班，带客户看房就是你本职工作，陪我看房是为了完成你的销售指标。那套房卖不出去，你就没有当月工资。你还有办贷款那天，你让我签了一堆文件，连合同都没让我细看。我后来才知道，那套房子的产权有问题，之前的业主欠了物业费3年，这些钱最后全算在我头上了。那些都是小问题。小问题，多出来的2万块物业费是你帮我还的吗？他没想到我会把这些旧账翻出来，一时竟不知道怎么接话。周围的同事面面相觑，气氛变得有些微妙。原来还有这回事啊！那些都是小事，关键是你现在赚了100万，要不是我让你买房，你连这100万都没有。要不是你让我买，我也不会背上3年的物业费欠款，我老婆也不会数落我一顿，说我脑子进水，被人骗了还给人数钱。现在不是拆迁了吗？你赚了，那是运气，不是你的功劳。如果那片地没拆迁呢，你会退我钱吗？你会赔我损失吗？史克朗不说话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如果房子没拆迁，他根本不会管我的死活。算了算了，多大点事，别吵了。顾墨，你赚了钱，多少表示一下，我又不是要你全给我。那你要多少？你看，当初是我让你买的，这100万里头，怎么也有我一半的功劳吧？我也不多要，给个20-30万的总行吧？20-30万？你刚才不是说50万吗？我那是计划，咱俩什么关系？我能真跟你计较吗？你就给个20万，当请我吃饭了。他这话说的好像20万是20块钱似的。我看着他这副嘴脸，心中冷笑。我说了，1分没有，刚才还气势汹汹要50万，一看舆论不站他那边，立马改口20万。这种见风使舵的本事，真是炉火纯青。钱都填车贷了，你要的话，我把车抵给你。你那破车能值几个钱？那没办法了。史克朗的脸青一阵白一阵的，一副憋着劲又发作不出来的样子。旁边的人看着人，纷纷开口劝我俩别闹得太僵。大家都是同事，差不多给点意思一下就行了，几万块的事。史克朗见有人帮他说话，立马又抖起来了。他掏出纸笔，一本正经的写起来。我探头一看，好家伙，他在那儿认认真真写借条，工工整整写了50万，根本不是之前说的20-30万。你欠我50万，没意见就签字吧。他这一出真是把我气笑了。正好这时候老板从办公室出来说开会，我知道这会是冲着裁员来的，总不要裁员。老板不想背锅，就把这差事推给我。为让我好做，他已经帮我申请调去总部，那边人事也批了。顾墨，马上开会了，你先签字。
我不签。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当年你为了冲业绩坑我买了这套房，现在又舔着脸来跟我要50万，咱俩到底谁不要脸？别人帮你赚了钱，你分一半不是天经地义？我好心好意帮你，你倒骂起我来了，恩将仇报是吧？我告诉你，今天你不签，我就报警，警察肯定站我这边。报警？你报啊？我倒要看看警察来了，是处理经济纠纷，还是处理你敲诈勒索？你说谁敲诈勒索？你写借条让我签，我没欠你钱，这不是敲诈是什么？我是让你还钱，这是欠款。欠什么款？我欠你什么钱？你有借条吗？有转账记录吗？有合同吗？什么都没有，你就说分我一半拆迁款，这不是敲诈是什么？史克朗的脸色刷得白了，我注意到他拿着借条的手在发抖，纸页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周围的同事也都愣住了，显然没人想到敲诈勒索这4个字。报警不至于吧？都是同事。都是同事。刚才他逼我签借条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都是同事？他张嘴就要50万的时候，你们怎么不说都是同事？那几个刚才帮腔的人现在都不说话了，他们低着头，有的假装在看手机，有的假装在整理文件，就是不敢看我的眼睛。你少吓唬我，我让你签借条，是因为你欠我的。好啊，你给我列个字据，写明我欠你什么，怎么欠的，什么时候欠的，写清楚了，我当场签。史克朗张了张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只是想借着拆迁的事从我身上刮一层油下来。群，你狠，你不签是吧？你不签我就……你就怎样？报警！来，有本事你就报！他卡壳了，报警不敢报，闹又闹不过，打又不能打，他站在那里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炸着毛却不知道往哪儿扑。我真是服了自己，之前居然还想着把他从裁员名单上划掉。可能是我们动静太大，老板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问我们怎么回事。史克朗像是捉住了救命稻草。老板，他太不要脸了，整个一白眼狼。什么？你说他是白眼狼？史克朗认真的冲老板点了下头，老板脸上掠过一丝说不上来的神情。我今早特意提前到公司，求老板能不能别裁他。老板还让我写了份留他的理由报告，结果这才过去10几分钟，事情就变成了这样。史克朗把情况跟老板讲了一遍，老板听完，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一言不发的回了办公室。史克朗看在眼里，越发得意起来。看到没？老板都看不惯你了，说明这事就是你不对，赶紧签字。当年人家帮你挑的房子，你现在赚了钱分他一份怎么了？100万拆迁款，你分他一半，自己不还剩50万吗？又没亏着你。要不我做个主，就当这房子是你们合伙买的，给他50万得了。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你今天要是不签，以后你甭想在公司混了。我看着这帮和稀泥的嘴脸，默默把他们的名字都记在心里。这些人以后都有机会上我的裁员名单。字我可以签，但你记住了，从今天起，咱俩就当谁也不认识谁。少跟我扯什么交情，亲兄弟还得明算账呢。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真要我签这个？磨磨唧唧的干什么？赶紧签！签完这张借条，咱俩就彻底没关系了。你以后在公司有什么事，别来找我。你能帮我什么？就你那点本事，先顾好你自己吧。赶紧签！我看着他这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忽然觉得可笑。他根本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手里正攥着他的命运。我拿起笔，在借条上落下第一个字的时候，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感觉。不是因为心疼这50万，反正我根本没打算给，而是因为我在那一刻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一个人的贪婪的恐怖。签好了，这就对了嘛，早这样不就好了？非得闹成这样，多伤感情。感情？我们还有感情吗？行了，别矫情了，不就是区50万吗？他小心翼翼地把借条叠好，揣进兜里。我看着他，忽然想起一句话：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其他同事好奇地凑过来：你真的给了他50万啊？借条签了，钱还没给。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给？等我嘎了吧。他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同事也笑了，笑得志得意满。我懒得再跟他们废话，反正他们也不知道，其实我才是最赚的那个。我们老板精得很，舍不得掏裁员补偿金，就跟我做了笔交易，我帮他想办法合法把人开了，他给我30%的提成，30个员工的裁员补偿金加起来远远不止50万。巧的是，我手里正好有能合法开除他们的证据，就比如史克朗，昨天他摸鱼的时候，我意外看到他手机里的消息，说文件已经发到邮箱了。那文件是公司的保密资料，严禁外传。为了查清楚这件事，我利用权限调出他的邮件记录，屏幕上是信息，让我倒吸一口凉气。附件数量高达137个，每一个附件的文件名里都带着内部机密不得外传的字样。我点开其中一封邮件，内容简短的可笑。这个方案你改一下，逻辑理顺，图做好看点。老规矩，周末前发我。附件是一个完整的项目策划案，那是公司花了半年时间，砸了800万才做出来的。我继续往下翻，越翻越心惊，从最初的简单文案，到后来的核心代码、客户名单、财务报表，甚至还有老板还没对外宣布的战略布局。
他每个月给对方打2000块，把工作外包出去，自己当甩手掌柜。真正干活的人是屏幕那头的某个学生。137封邮件，每一封都是定时炸弹。他到底是蠢，还是觉得永远不会被发现？这是要是捅出去，别说离职补偿了，他不给公司赔钱就不错了。我又打开了一封邮件，时间是去年3月，附件是一份完整的客户报价单，上面清清楚楚地列着公司给每个客户的底价、折扣空间、利润分成。这些东西要是被竞争对手拿到，公司至少损失2000万。如今再想起这件事，我越发感觉之前的自己简直是圣女。这么大的事，我竟然还想替他瞒着，就凭那一封邮件，我就能让你在这行永远混不下去。说真的，你还欠我句谢谢呢。要不是当年我撺掇你买那套房，这100万你做梦也梦不到。臣，那我可真得好好感激感激你。感激就不用了，请我吃顿饭总该没问题吧？好傻逼一个人捂着，掏点出来请大家热闹热闹，就当给你拆迁发财办个庆功宴。吃饭怕是送行饭还差不多。我懒得再搭理这帮人，转身进了会议室，把裁员名单重新捋了一遍，之前划掉的名字一个个又都填了回去。会议室内，老板站在最前面。我也不跟大家兜圈子了，现在什么大环境你们都清楚。总部那边压下来裁员的硬指标，原来说要砍掉50个人，我跟上头磨了半天，最后总算争取到只裁30个。总部一开始定的就是30个名额，老板这话说的跟他立了多大功似的。老板，总部打算什么时候动这个刀？就今天，从这一刻起，会有30位同事离开咱们这个集体。不管以后大家个笨东西，咱们还是朋友。祝各位前程顺遂。今天会有专人跟你们对接，聊补偿的事。散会吧。老板说完就走。会议室的灯管发出惨白的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有人茫然，有人恐惧，有人强装镇定。30个人，这也太多了吧？是啊，咱们部门才多少人？要是才30个，岂不是要走一大半？阿弥陀佛，佛祖保佑，可千万别有我啊！恐慌像病毒一样在会议室里蔓延。我注意到几个新来的实习生脸色已经白了，他们进公司还不到半年，连试用期都没过。裁员名单上要是有他们，连补偿金都拿不到多少。我昨天还在做下季度的方案。我也是，组长还说让我好好干，年底给我转正。我看着他们，心里有些不忍，但这就是职场，残酷、冷漠、不讲情面。当然，我也可以在名单上动些手脚，让那些真正该走的人走，让那些不该走的人留下。我的目光扫过史克朗的脸，他正翘着2郎腿，靠在椅背上，嘴角挂着一丝不屑的笑。你们一个个的，至于吗？你怎么不紧张？难不成你就是专员？我虽然不是专员，但用脚趾头想都知道，怎么也不可能裁到我头上。我拿的补偿金有10几万呢。再说我工作一直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裁我？你怎么这么确定？万一什么？万一我被裁？不可能！我告诉你，裁员这种事，裁的都是那些没价值的人，像我这种老员工，公司巴不得留着我。他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有意无意地扫了我一眼，那一眼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想得挺美，他不会有补偿金的，因为他根本没干自己的工作，都交给大学生去做了，他只会面临开除和法院诉讼。这时，史克朗忽然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一下不轻不重，带着一种长辈拍晚辈的意味。你就不一定了，你进公司的时间短，开除你都不要多少赔偿金，尤其是你今天一来就和我这个老员工吵架，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他的手搭在我肩膀上，我没有躲，也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他。他大概以为我是被吓住了，脸上的笑容更加得意。其实吧，你要是现在跟我道个歉，把拆迁款的事好好商量商量，我倒是可以在老板面前替你说几句好话。你知道的，我在公司这么多年，老板多少还是给我点面子的。是吗？当然，你别看我平时嘻嘻哈哈的，该正经的时候我是很正经的。你看刚才老板出来的时候，我一句话就把事情讲清楚了。你想想，要是他听信了你的片面之词，觉得我是敲诈勒索，那你的处境不是更糟？所以你是在帮我吗？咱们是同事嘛，我帮你也是帮我自己。你赚了钱，我分一点，天经地义。你保住了工作，我也有了保障，双赢嘛。他说双赢2个字的时候，眼睛里闪着光，像一只看到了肥肉的狼。我忽然觉得恶心，这个人居然能脸不红心不跳的说出这种话。你觉得你能保住工作吗？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是说，你凭什么觉得裁员不会裁到你头上？就凭我在公司干了5年，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手上的客户资源、人脉关系、项目经验都不是新来的能比的。公司要是裁我，那就是自断一臂。客户资源？你说的是那些被你得罪光了的客户吗？你胡说什么？上个月你负责的那个项目，客户投诉了你3次，第1次是因为你迟到，第2次是因为你忘了提交方案，第3次是因为你在电话里跟客户吵架。这些事情你不会忘了吧？
他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周围的人也都听到了，有几个忍不住偷偷笑。他狠狠地瞪了我，像是在怪我让他丢了面子。那是客户难缠，跟我有什么关系？换了谁都一样。换了谁都一样。那为什么张伟接手之后，客户就满意了？他不说话了。张伟是我们部门出了名的老黄牛，技术好，脾气好，任劳任怨。跟他比，史克朗就是一个笑话。看着他吃瘪的样子，我心里舒坦了不少。其实我也听说了，那个项目确实是他搞砸的。是啊，当时客户都打电话到老板那儿投诉了。同事们交头接耳，声音虽然小，但足以让史克朗听见。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都给我闭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要是不行，公司早把我开了，还能留到现在吗？那你就等着看吧。他们所有人都漏掉了一个关键，我进公司的时间最短，可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怕得罪人，也正因为这样，我才更容易被调去总部。这时，史克朗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对人事开口：能不能把他的新家住址给我？你要我住址干什么？你还欠我50万呢，万一你被裁员了，我上哪儿找你去？公司员工的家庭信息属于隐私，我不能给你。那不行啊，万一他被裁员后跑了，我联系不上他怎么办？我不会跑。每个老赖在欠款跑路之前都说自己一定会还钱，现在你手里攥着100万拆迁款，转头又说钱全还了车贷，谁信啊？万一你被裁员直接卷铺盖走人，我上哪儿要账去？不群，今天必须给我你的新地址。他说着说着，竟然站了起来，径直朝人事走去。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跟着他移动，像是看一出闹剧。我坐在原地没动，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看着他表演。你冷静一点，这事等会儿再说。等会儿他就跑了。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吗？你知道他住哪个区哪条街哪栋楼吗？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今天要是让他走了，我上哪儿找人去？我说了，这是公司隐私，不能给你。隐私？他欠我50万，你跟我谈隐私？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已经接近于吼了。人事的脸色很难看，但还是强压着火气。如果你们真的有经济纠纷，你可以走法律途径，到时候法院会来调取信息，不需要你亲自来要。那得等到什么时候？等他搬了家换了手机号，法院上哪儿找他去？那你也不能在公司闹，这是办公场所，不是你们解决私人恩怨的地方。我闹？我哪里闹了？我就是问你要个地址，你给我不就完了？他凑到人事跟前，一把夺过文件本翻开。人事没办法看了这一手，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蹭地站起身，又将文件本抢了回去。你疯了吧？人事的文件你能看吗？我就看看有没有他的地址，又不是看你的秘密。这里面全是公司员工的个人信息，你给我放下。两个人拉扯了几下，文件本的页角被撕破了一小块。周围的同事有人想去拉架，而我则待在原地一动不动。闹吧，闹得越大越好，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最后说一次，员工的家庭信息属于公司机密，除非有公司的正式授权，否则任何人无权查阅。你要是再对了，我只能叫保安了。你别拿保安吓唬我。我没有吓唬你，你再动一下这些文件，我马上叫保安。史克朗站在原地，脸色铁青。他看了看人事，又把目光落在了我身上。那目光里有怨恨，有不甘，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你行，你就护着他吧。等他从公司拿了补偿金跑了，我看你上哪儿找他去。我说了，我不会跑。你闭嘴，你欠我的，跑不了。他这话说得很夸张，刚才帮他讲话的几个都忍不住笑出了声。如果你真的被裁了，就不用请我们吃饭了。他会请我们吃饭吗？别忘了他说的话，我们之间没有情分。对，我们的情分已经荡然无存了。你要是从一开始就好好跟我说话，我念你可怜，还能给你宽限几天。但现在不一样了，既然你我不讲情分，那我只能把话说清楚。到你结工资那天，要是不把钱还上，我立马报警。该报警的人是我，他泄露了公司保密文件，只要我和老板较真，警察一查，够他进去蹲几年的。史克朗晃着脑袋正要往外走，其他人也都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散会。我不慌不忙地把裁员名单拿出来，不紧不慢地翻开。大伙没留意到这边，我清了清嗓子，才开口道：下面我念到名字的各位，麻烦先留一下。其他没念到的同事，请先出去。话音刚落，所有人都扭过头，齐刷刷地看向我，尤其是史克朗，眼睛瞪得老大，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等会儿，你念什么名单？裁员名单，这次的裁员由我负责，请大家保持安静。整个办公室像被人按下了静音键，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手里的裁员名单上。这张纸就是30个人的命运，有人会哭，有人会闹，有人会沉默地接受，而我就是那个宣布命运的人。你是专员。我说了，请大家保持安静。场面一下子变得微妙起来。刚才那帮人还在康我的凯，为了站队跟着老党和稀泥，轮番对我口诛笔伐。现在他们终于回过味来了，
明白老板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史克朗也是脸色发白，愣愣的开口：老板刚才说的白眼狼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他要开除我？你跟他挽留我了？目前没有报到你的名字，请你先出去。难道真有我名字吗？刚才是我不对，我现在就把借条给撕了。公事公办。再说了，刚才咱俩可都说好了，情分已经没了。这话是你自己亲口说的，该不会不认账吧？你开除不了我，我的补偿金数额很高，你要真开了我，会对公司造成很大的损失。真可笑，他居然还惦记着补偿金，他恐怕还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赔得底朝天了。还是那句话，我们公事公办。随便，反正我是老员工了，真要让我走人，大不了歇1年，拿着那10几万补偿金，全国旅游去。我看得出来，他这话说的底气全无，分明是强撑着。这家伙嘴上硬气，心里怕得要命。我倒是真想看看，等他发现自己非但拿不到1分钱补偿金，还得倒赔公司几十万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该有多精彩。我会不会被裁？别说话，听他说。好了，接下来我开始宣读人名。等一下，史克朗突然开口，所有人都看向他，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还有什么问题？你凭什么负责裁员？你进公司才多久？你懂什么？这是老板的决定，你有意见可以去找老板。我当然会去找你一个小年轻，有什么资格决定谁走谁留？我说了，这是老板的决定，我只是执行者。执行者，我看你是公报私仇，就因为我刚才跟你要拆迁款，你就想裁掉我？他说拆迁款3个字的时候，声音又大了起来，像是在提醒所有人，我手里有100万，我是个有钱人，我是个可以被针对的目标。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有些悲哀。到了这个时候，他还在想着怎么算计我。裁员名单是昨天就定好的，跟今天的事没有关系。昨天就定好的，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因为老板刚才宣布。我不信，你肯定是临时加上去的。你可以不信，但我建议你先安静，等我念完名单，你自然会知道结果。他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但被旁边的同事拉住了。他愤愤地坐回去，脸上的表情又恨又怕。在过去的1个月里，我跟各个部门的伙伴都有合作，也认真调查了你们的工作情况。请大家放心，我们给每一个伙伴都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方案。第一个，赵磊。坐在角落里的赵磊猛地抬起头，脸色唰的一下白了。他是个老实人，进公司2年，每天最早来最晚走，干活从不抱怨。你先留下，等会儿一起谈。第二个，孙小敏。孙小敏正在喝水，听到自己名字的那一瞬间，手一抖，杯子里的水洒在了桌子上。他没有去擦，只是愣愣地看着我。为什么是我？我上个月的业绩是部门前3。跟业绩无关，具体原因等会儿会跟你解释。第3个，李浩然。李浩然倒是很平静，他是我今天早上第一个打招呼的人。那时候他还笑着跟我说今天天气真好。需要我把工作交接清单发给你吗？等会儿一起谈。他点点头，像是早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我继续念着名字，一个接一个，有的人哭，有的人沉默，有的人试图辩解，被我一句具体原因等会儿谈堵了回去。也有的人如释重负。那个总是加班到最晚的程序员张伟，听到自己名字的时候，竟然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终于可以休息了。我注意到他嘴角有一个很浅的弧度，像是在笑。我念了大概10几个名字，都是资历浅的员工。史克朗站在人群中间，一开始还故作镇定，但随着我念的名字越来越多，他的表情慢慢变了，直到我念完最后一个资历浅的员工名字，合上了名单。没了，就这些。不，这只是第一批。我的话音刚落，空气又凝固了。我看到好几个人的肩膀明显的松了一下，在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但很快，他们又紧张起来，因为还有第2批、第3批。那第2批什么时候念？等会儿第1批的人谈完之后，我会念第2批。第2批有多少人？这个我不能说。我没有说出口的是，第2批的名单上大部分都是老员工，他们在公司有资历、有人脉、有稳定的业绩，但同样也有高额的工资和高额的补偿金。总部要砍成本，他们就是最大的目标。当然，有些人值得留下，有些人不值得。我不信，你肯定在名单上做了手脚。我不信公司会让我走。我还没念到你的名字。那你念啊，现在就念。我说了，第2批等会儿再念。我现在就要知道，你要是没做手脚，就现在念出来。他的声音很大，震得会议室里的灯都晃了一下。人事皱了皱眉，想说什么，被我抬手制止了。你这么着急，是怕自己的名字在上面吗？我怕什么？我有什么好怕的？那你为什么这么激动？他不说话了，我看着他，忽然觉得他很可怜。他明明怕得要死，却还要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我就是觉得你不公平，你公报私仇。我说了，名单是昨天定好的。你说是就是，谁信？你可以不信，但我建议你先等等，等我把第1批的人谈完，到时候你的名字要是在名单上，你自然会知道；要是不在，你也可以放心了。史克朗站了几秒钟，最后抽了把椅子坐了下来。
我注意到他的手在发抖，他想把腿翘起来装镇定，但抖得太厉害，只好又放了下去。我看着那些被念到名字的人，继续说：这些人的补偿都一样，我就一起谈了。其他人先出去吧，等会儿我会念老员工的名字，到时候一对一谈。史克朗走出会议室的时候，脚步明显有些踉跄，门在他身后关上了。会议室里只剩下第一批被念到名字的人。我想知道为什么？因为公司要裁员，总部给的名额是30个。我是说，为什么是我？我每天最早来最晚走，我从来没有请过假。我的业绩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也从来没有垫底过。我知道，那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岗位总部要合并。赵磊愣了一下，我看着他，心里有些发酸。他是个好人，老实、勤恳、任劳任怨，但在这个世界上，老实人往往是最先被牺牲的。那我的业绩是部门前3，为什么也要裁我？因为你太优秀了。什么？你的业绩是部门前3，你的能力有目共睹。总部那边有个岗位空缺，他们想让你过去。去总部不是说裁员吗？对，不是裁员，是调岗。我刚才说跟业绩无关，是因为你的情况跟他们不一样。吓死我了！刚才人多，不方便说。我又看向其他人，一个一个的解释他们被裁的原因，有的是岗位合并，有的是业务调整，有的是合同到期。每解释一个，我心里就沉重一分。我知道这些解释并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但至少他们应该知道自己为什么离开。我淡定地跟他们聊着补偿的事，隔一会儿就拉开会议室的门，喊下一个人进来。每次门一开，外面的人就紧张地盯着我，那眼神就像我手里拿的不是裁员名单，而是阎王爷的勾魂布。就在这种让人喘不过气的氛围里，我终于喊到了史克朗的名字。他身子一颤，正要站起来往里走，我却话锋一转：你帮我拿一下电脑。他如蒙大赦般松了口气，连忙小跑着把我的电脑抱了过来。他刚要转身回去，我又叫住了他：还有什么需要的，我去拿来给你。没啥需要的，名单上有你名字，坐下谈谈吧。一瞬间，他的脸刷得白了。说实话，看着他脸上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的表情，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痛快。他想冲我发火，可又想起我手里握着他的赔偿去留，只能硬生生把火气压下去，乖乖走进会议室。会议室里，我把名单往桌上一摊，翻到史克朗那一页，他的名字旁边有道淡淡的铅笔印，那是我早上把他名字划掉时留下的。你原来划掉过我的名字？对。那你为什么又？你说呢？是因为借条？你猜的没错，我今天特意提前来公司，恳请不要裁掉你。老板让我写一份理由报告。那报告呢？还没来得及动笔呢，正打算写，你突然跑出来耽搁我时间，非逼着我在借条上签字，结果一个理由报告没写成，就给你写了借条。他听完这句话，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一下子瘫在椅子上。不可能，不可能，你在骗我！我为什么要骗你？你是故意的，你故意让我闹，故意让我逼你签借条，这样你就有理由不写报告了。你觉得我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你早就想裁掉我。不，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名单上你的名字已经被划掉了。我找老板谈过，求他再给你一次机会。老板让我写一份留你的理由报告，我本来打算写的，可从今天早上开始，你就在跟我吵拆迁款的事，当着全公司的面骂我白眼狼，你逼我签借条，你还要报警抓我，你一分一秒都没有给我留写报告的时间。那你现在写还来得及？来不及了，老板刚才已经宣布裁员了，名单已经定了。你可以改啊，你是专员，你说了算。名单是老板定的，我只是执行者。那你去找老板，你现在就去找他，就说我错了，我愿意道歉。你觉得老板是这么好说话的人吗？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当然知道老板是什么人，精明的商人，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在老板眼里，他只是一个可以被砍掉的成本项。那我怎么办？我不能被裁啊！我还有房贷要还，还有孩子要养，这是我不对。你不会真要裁了我吧？我刚刚算了算，要是开了我，补偿金高达15万呢。你应该……他话刚说到一半，往门外张望了一下，然后压低了嗓门：听我说，你应该辞掉小刘和小赵，他俩干活慢，来公司时间也不算长，辞他们最合适。再说了，他俩的补偿金加一块都没我多。这家伙自己都自身难保了，还有心思打别人的主意。他俩补偿金确实不高，但你又是哪来的自信，觉得自己有补偿金可拿？这些年来，公司裁员不是一直都 N+1 吗？为什么你会觉得自己是被裁员？难不成是开除吗？没错，你被开除了，补偿金1分没有。另外，你别急着走，咱们还得聊聊你该赔公司多少钱的事。有没有搞错？你说要我赔偿公司？对，你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都把公司的保密工作交给在校大学生来做。我没有，你这是诬陷。他的声音很大，会议室外面的人纷纷转过头来，好奇地看着我们。我注意到有几个人的表情变了，他们大概在想，如果只是裁员，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没有，那你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把屏幕转向他，屏幕上是一封邮件的截图，发件人是他的公司邮箱，收件人是一个陌生的外部邮箱。邮件的标题是
机密，贴3客户报价单。这是你去年7月发出去的，附件里是公司第3季度的客户报价单，包括底价、折扣空间、利润分成，这些东西要是被竞争对手拿到，公司至少损失2000万。我没有，这不是我发的。不是你的发的，那这个邮箱地址、这个 IP 地址、这个发送时间都是假的吗？他不说话了，额头上沁出了豆大的汗珠。我继续翻动屏幕，一封又一封的邮件出现在他面前，项目的核心代码、客户名单、财务报表、战略布局，每一封都能把他炸得粉身碎骨。那个大学生，他出卖我了。你觉得呢？我给他钱的，我每个月都给他钱的，2000块钱，对吧？1个月2000块，你就把公司的机密全部打包卖给了他。我不是卖的，我是让他帮我干活，他什么都不知道。公司规定，无论是否造成损害，你只要把机密文件传播出去，就已经违反了。按理说，公司是可以起诉你的。还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大学生把所有东西都存了下来，每一封邮件、每一个文件、每一条聊天记录，他知道这些东西之前，也知道早晚有一天会用到。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比你聪明，他知道如果有一天事情败露，他手里这些东西就是最好的护身符，交出证据，退还部分工资，把自己摘干净，而你就只能一个人扛。这里的每一封邮件内容和转账记录都已经清清楚楚地送到公司手上了。史克朗听完这句话，整个人软软地瘫在椅子上。我拿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复印本，递给他。这里还有一份文件，清楚记录了你传播出去的保密文件，还有你每月给大学生打款的记录。这不算证据，这账户不是我的。翻到下一页你就看到了，大学生的聊天记录清清楚楚，打款账户就是你三叔的。哦，对了，还有这个，我觉得你应该看一下。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点开一段视频，画面里是个年轻男生，手里举着身份证，正对着镜头认认真真的说着什么。我实名举报贵公司的一名员工，他找我外包期间，我压根不知道自己做的工作属于公司保密的项目。我愿意全力配合调查，尽我所能弥补公司因此造成的损失，同时把拿到的钱全部退还，作为对公司的赔偿。这孩子真是个聪明人，一旦出事马上卖队友。公司想怎么样？我跟老板合计了一下，就你泄露的那几份保密文件，按公司规定，你至少得赔60万。你看这事儿闹的，因为这么个理由被开除，还得吃官司，往后哪家公司还敢用你？不群，这件事情不能传出去，能不能跟老板说一下？我愿意尽最大努力补偿公司。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给老板出了个主意，把你留下来，扣你未来5年的奖金，不然的话，你这辈子的职业路就算走到头了。那老板同意了吗？我说了啊，老板让我写一份报告，证明你留下来对公司还有价值。可你一直缠着我，让我签借条，耗了那么久，我那份报告半笔都没动，全给耽误了。那你现在就写行不行？我真的知道错了，那50万你不用还了。我承认是我鬼迷心窍，不该打你那笔拆迁款的主意。你看我连借条都撕了。他说着说着，忽然从椅子上滑跪在了地上，我愣住了，会议室外面的人也愣住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跪在一个比他小10几岁的年轻人面前，眼泪鼻涕呼了一脸。求求你帮帮我，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我还有房贷要还，还有孩子要上学，我老婆身体不好，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我真的不能没有这份工作。你以为跪着就能解决问题吗？那你要我怎么办？你说你要我怎么办都行，我给你磕头行不行？你知道老板是什么人，他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给他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自己清楚。60万，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可以赔，我卖房子赔，但是不要开除我，不要让我在这个行业里混不下去。公事公办，我欠你的钱1分不会少，但你损害公司利益的事，该交给警察处理就交给警察处理。这里是公司，你已经不是我们公司的人了，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不然我现在就报警。那我请你吃饭成不成？以后天天请你，你想吃什么都行，好不好？这人真是急昏头了，说话都不过脑子，谁还乐意跟他这种人坐到一张桌上吃饭？我打开会议室的门，示意史克朗马上整理东西离开公司，他却不愿面对这样的结局，哭着站在会议室门口。你们帮我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为公司忙前忙后，什么时候说过一个不字？怎么就落得这么个下场？刚才大家还在这里和稀泥，可现在没有一个人敢帮他说话。你们今天不替我撑腰，等哪天事情轮到你们头上了，就没人帮你们说话了。你这话说给谁听啊？你是想说公司不厚道？要不要我把为什么开除你的原因跟大伙儿说道？一听到开除这2个字，在场所有人脸色都变了，他们谁都没想到，史克朗等来的不是裁员，而是被公司扫地出门。你马上收拾东西走人，再敢在这儿待着，我现在就报警。公司不差你那点赔偿金，要是把这事弄成刑事案件报到总部，上头的人也乐意看到。不要，求求你，千万别报警，我马上就收拾东西离开。
眼看他回到工位收拾起了东西，我收回目光，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裁员名单，念起了下一个人的名字。到了午休时间，我走出会议室去接水，刚走到茶水间门口，身后就传来急切的呼喊声。顾墨，顾墨，等一下，有事吗？那个早上那事儿，我不是故意的，就是随口一说，你别往心里去啊。什么事？就是拆迁款那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史克朗是那种人，我以为他就是开个玩笑。你知道我的，我这人嘴快，没脑子，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我知道了。那裁员的事儿，公事公办，名单是老板定的。他的笑容僵在脸上，我没有再理他，转身接了杯水，回了会议室。刚坐下没2分钟，又有人敲门，这次是2个人，一前一后，脸上的表情如出一辙的讨好。顾墨，我们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早上的事儿，我们不该帮史克朗说话，我们当时就是看热闹不嫌事的。对，我们真不是针对你，史克朗那人你也知道，平时就爱扎火，我们也是被他带偏了。对呀，谁知道他真这么没脸没皮，居然真的写了欠条。就算他这次没被开，我们也不会放任他胡作非为的。我可是打心底里支持你的。说完了吗？说完了。那就回去等通知吧，该谁就是谁，名单不是我一个人定的。闻言，2人的脸色更难看了，转身走了出去。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听到同事2在外面小声说了句什么，声音很轻，但语气里的那个懊悔，隔着门都能听得出来。我靠在椅背上，长出了一口气。这就是人性，你风光的时候，所有人都围上来锦上添花；你落魄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雪中送炭。而当你手里握着权力的时候，那些曾经踩过你的人，会排着队来求你原谅。下午2点，最后一批裁员名单公布，会议室里一片死寂。被念到名字的人沉默地站起来，沉默地走出去。那些早上帮史克朗说话的人，一个个都出现在了名单上。等到裁员结束后，我独自坐在会议室里，面前的桌上摊着一沓离职协议，我一张一张地翻过去，翻到史克朗的那一页时，手指停了一下，协议上的字迹歪歪扭扭，和他早上写借条时的工整判若两人。后来我听说，史克朗和公司私下和解了，他卖了房子，赔了公司60万，拿着剩下的钱，带着老婆孩子回了老家。至于我，老板兑现了他的承诺，他在总部替我说了不少好话，我的调令很快就批了下来，往后的人生将是一片坦途。